北辽铁骑压境，河州军在飓风峡以及使战，终于打退了敌军，可河州军也损失惨重。焦昨天这老狐狸要是现在冲过来，咱这点家当就得交代在这，包饺子都不够馅儿。小老弟，咱接下来咋整？弟兄们的遗体还有阻击任务。焦昨天在等后援，不会傻乎乎立刻冲。这破防线陷阱用光了，留下就是纯肉搏，扛不住，撤，去下一道防线。可时间没到，弟兄们白死了。尽力了，真等他们大军合围，咱连给河州百姓报信的机会都没。百姓撤的消息传回去了，传了，走不走看他们造化，咱管不了。担心幼娘了，怕那傻丫头一根筋等你。这丫头走起来9头牛都拉不走。要不你回去带她先撤，这儿有我们顶着才怪。扯淡，抛下兄弟们自己跑，那我成啥了？小雅在，你带10个兄弟快马回村，要是幼娘没走，告诉她去府城等我，你贴身保护，这是命令啊。我行，保证嫂子安全。驾。虾仁率军撤离，与第2道防线守军会合，兵力增至3万1千。河州县内豪难潮起，奸相误国，民不聊生。我这县令怕是做到头了，公民真不随本官走。大人，大丈夫有所为，虾仁兄弟在前线拼命，我李公民窝囊逃命，做不到，恕公民不能侍奉了，保重。保重。大哥，你咋不让嫂子侄儿随大人走，更安全呀？大人自身难保，我更信虾仁兄弟，让他们随虾仁家眷走。兄弟们，走，去前线，给咱河州正个脸。走。小山村外，沈幼娘翘首以盼虾仁归来，沈大牛一家却堵在门口。大兄弟，通融下，让我们跟幼娘队伍走呗，一家人了。不行，你们走开。这家人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。你算哪根葱，敢拦主家亲戚？让沈幼娘出来，我是他亲大哥。就是一个看门狗，慌什么？赔钱货，快出来！吵闹惊动沈幼娘3姐妹，黑狗旺财低吼，3只奶狗仔追着沈家小孩裤脚痒，汪汪乱叫。爹，大哥，幼娘啊，可出来了，一家人逃难，得一起啊！爹和哥哥们保护你们。四妹，血浓于水，你不带我们带谁？赔钱货，不带我们，让我爹打死你！一家人，你们打我骂我，赶我出门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一家人？娘死那天，你们就不是我家人了。你们只当我们是奴隶，使出气头。我们只有苏大哥和姐姐，你们不配。对，不配，旺财都比你们亲。白眼狼，我们白养你这么大，饭钱总得还吧？就是吃我沈家那么多，赔钱，不带我们走，赔钱。陈永书在，夫人。把他们轰走，再敢靠近，放旺财。是，夫人。你敢，反了天了！沈幼娘，你个不孝女！沈家人骂骂咧咧被轰走。此时，顾小雅带护卫策马狂奔入村。嫂子，虾仁哥让我护你们立刻撤去府城，他在第2道防线阻击，让你们一并等他。嫂子，虾仁哥让我护你们立刻撤去府城，他在第2道防线阻击，让你们一并等他。我信他。大家上车，出发，去府城等虾仁哥回来。旺财走了。幼娘妹子，孩子他爹就拜托你们了，我们府城到。放心，虾仁哥和李大哥都会平安。陈永书、李四叔开路。得令，车队出发，目标府城。车队驶离小山村，汇入逃难洪流。前方，虾仁与北辽大军的生死对决即将在第2道防线展开。老顾，萧昨天以为吃定咱了，嘿，这次给他备了份虾仁大礼包，管饱。上集说到虾仁血战后采胜撤退，陆县令弃城而逃，幼娘怒逐纠缠亲人，等待虾仁府城相聚。小雅姐，虾仁大哥呢？他回来了吗？他暂时回不来，在前线阻敌，快走，路上说。沈幼娘眼中光芒暗淡，但立刻指挥队伍出发。庞大队伍踏上逃难路，寒风刺骨，难民如潮，惨状触目惊心。沈幼娘姐妹互相依偎取暖，坚持不行。乖，再忍忍，到了府城就好了。要是没有虾仁大哥，我们大概也是这样吧。该死的奸相，这里血战迟早要算。飓风峡，虾仁率军构筑最后防线，身后是河州平原，退无可退。虾仁将军，北辽大军压境，这峡谷怕是守不住几天了。守不住也要守，多拖1天，百姓就多1分生机。萧昨天他怕了。报，将军，北辽前锋5千步兵已逼近峡口。顾倾城提枪上前，紫红战甲在灰暗天光下格外醒目。他看向虾仁，眼神复杂。我去了，等我回来，记得为我奏一曲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好，活着回来听曲儿。众将士听令，随我迎敌，精武军死战不退。峡谷中，血肉战场，北辽步兵如黑潮涌来。弓箭手放。啊，盾牌举盾。啊，顶住，给老子顶住。
弓箭手，给我放！盾阵顶住，长矛手准备，杀光他们，冲垮盾阵，杀！稳住，刺！河州军在顾倾城的带领下死战不退，终于顶住了北辽的第一波攻势。告诉虾仁将军，第一波顶住了。北辽中军萧夺天望着飓风峡入口，脸色阴沉。虾仁的名字让他如芒在背。大帅，是顾倾城，他带人主动出来列阵了，有诈！虾仁，又是虾仁的诡计！哼，派5000步兵去探路，骑兵按兵不动。得令，步兵前锋，继续进攻。峡谷激战正酣，杀声震天。顾倾城的身影在敌阵中如同浴血玫瑰。兄弟们，想想身后的爹娘妻儿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了。为了家园，将军放心，跟着虾仁将军和您，咱这条命值得杀。疯子，他们都是疯子，退，快退！不准退！大帅有令，撤！谁敢退，杀勿赦！点燃火油，阻断他们后续部队，快！倾城做得很好，但北辽主力未动，传令后备队准备接应，节省竹雷，关键时刻再用。将军，倾城将军那边伤亡太大了。我知道，但每一刻都在为百姓争取时间。相信他，也相信我们的兵。夕阳如血，映照着尸横遍野的峡谷，喊杀声渐渐被痛苦的呻吟取代。第一天的血腥阻击暂时落下帷幕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更残酷的战斗还在明天。上集说到沈幼娘携难民逃难，虾仁死守飓风峡，顾倾城血战阻敌，萧夺天因忌惮按兵不动，百姓安危系于一线。虾仁看着将士们崇拜的目光，心情沉重。快来了，萧夺天的夜袭，两侧是弱点，看他们了。提起，开烈火！果然来了，欢迎入瓮。那火不对劲，大帅，中埋伏了，2侧火海，中路被截杀，又中计了，收兵，让他们撤回来。接到命令，撤！大帅，呵，到处都是火，还有伏兵，失了500-600弟兄。大帅，这样耗下去，我们耗不起，明天拼光家底也要撵过去。是。又有多少人？今日要埋骨于此，全军听令，步兵3路齐攻，每路4000，骑兵2翼压阵进攻。真正的考验来了！我去了，希望还能活着听你弹曲。姐妹们，走了。是，小姐。死守防线，一步不退。顶住，飞回去。意志的比拼，看谁先崩。骑兵冲锋，踏碎他们。点火，阻敌。冲过去，别让那女将跑了。有陷坑，监主小心！杀，困死他们！杀进去，救骑兵！拦住他们，为兄弟报仇！推进，快推进啊！第2队上，3路各加4000，填进去。北辽狗，尝尝这个！盯住，预备队，胜！骑兵折6000，步兵死1万，一天就没了近16000，加上前2日2万1呀，对面才死1万多。虾仁，好一个虾仁！老张、老李、王兄弟都走了。虾仁看着遍地尸骸，眼中悲痛，指尖攥得发白。喉间滚出一声压抑的呜咽，风卷着血腥味，刺得眼眶发烫。报，军师和州县府兵统领李公明带400府兵求见。李大哥，快请。幼娘他们。虾仁老弟，你没事就好，弟妹他们安全走了，我婆那玩儿也托付给他了，都好。好，多谢李大哥。李统领，河州县百姓撤了吗？撤了一部分，还有些老人死活不肯走，说跟在这儿留下了。40几年前那次破关，太师骆长风刚出生的儿子都丢了，百姓更是血流成河啊！若非朝廷后来夺回，骆太师在河州关丢过儿子。是啊，那是地狱，北辽铁蹄下哪有什么不杀掠的奢望？上集说到虾仁伏击萧夺天，峡谷血战，北辽死伤惨重，守军坚守劫后余生。骆太师往事引思念，撑了2天，明天萧夺天再拼命，防线必破，我们都得交代在这。今夜必须守住，得想法子让一部分人先撤了，不然明天骑兵都跑不掉。今晚的夜袭准备好了吗？大帅，人马备好了，
随时准备进攻。为了防止敌人再次用火器，我们会在情况不对时先点燃他们的火线，让将士们小心，是不可为就退，主要目的是拖垮他们，想要夺下难啊！火线没燃，抵抗这么弱，河州军到极限了，推进，快推进，加把劲，说不定今天就能拿下。等等，火油味，小心，又是这招，点，我们自己点，这点柴火能伤谁？他们在笑，中计了，撤，快撤！啊，什么东西？虾老弟，你那是什么鬼东西？太他娘的厉害了！一点小玩意，3个不值一提。按你意思，步兵开始撤了，骑兵留8000。虾老弟，你先撤，罗断后。3哥，你留下，拖不住萧夺天一天。得，就这8000骑兵。3哥，我留下陪他，放心。兄弟，一定活着回来，府城等你。放心，府城见。虾老弟，李大哥见到幼娘，告诉他我很快就回。大帅，败了，6000兄弟就剩500都回来了，他们的武器会爆炸，不知哪来的鬼东西，一炸全懵了，然后兄弟们就被围杀了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爆炸的武器，虾仁啊虾仁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手段？全军准备，本帅亲自上阵，不信拿不下这破防线。大帅不可，您是3军主心骨啊！兵力快打光了，这仗本帅已败，豁出去了，拼一把！什么？怎么就2个人？弹琴那个虾仁顾倾城，好大的胆子，好个杀伐之音，好个沉静如水的虾仁。大帅，进攻吧！这平静下必是杀机，不能贸然进攻。虾仁情影转换，持续施压。额角见汉旦神情淡然嘲讽，顾倾城内心紧张，握紧枪，全神戒备。北辽士兵士气肉眼可见的低落，恐惧蔓延。撤兵！大军撤回营地，峡谷琴音时断时续，持续至傍晚。谈了一天，为何要谈一天？不对，不好，整军，虾仁有诈，我们被骗了。上集说到虾仁火药退夜袭，秦营空城阻辽军，萧夺天识破计谋怒。大帅，怎么了？快别磨蹭，整军夺下峡口，他们刚撤，还能追上。快，匪辽反应过来就晚了。军师，这空城计真把萧夺天唬住了。虾仁，你独灭万军那镇定，我做不到。别松懈，赶路要紧。有动静。军师，抓到一个孩子。二娃，你怎么没走？侠哥，没粮食，逃不了啊！弟弟妹妹都病了，求你救救他们，我做牛做马报答你。人呢？带我去。走，跟我们一起。这里不能待了，北辽马上就来。风寒又饿，撑住。军师，城里还有3成百姓不堪走，劝不动。哎，命是他们自己的。整队继续撤。军师，看，百姓跟上来了，拖家带口，带吗？带上他们，就算死也要带他们离开这地狱。军师有令，跟上队伍，不许乱。老弱妇孺上马。谢谢军师，谢谢兵爷。速度慢了，顾将军。分兵，3000人护百姓，2500人左右护卫，斥候紧盯后方，粮草并入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活命要紧。胡德才，派斥候看看虾仁和倾城到哪了。是，将军。该死，人呢？继续追。这那8000骑兵和百姓往哪去了？往王府城方向去了。军爷，这看。哎，信还是慢了，河州关丢了。奸相误国，非卢老之过，家父定会亲征，夺回失地。老太师国之柱石。对了，你小弟的孩子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叫苏有才，秀才，碰巧在书院认出我娘给的玉佩，左肩落字烙印也对上了。过几天送他回京赶考。苏有才，老夫原以为那位侠人小友。侠人？哦，您那位师父也姓苏。巧了，他在河州关真立了那么大功。当然，10万北辽军被他灭5万，智计无双。他长得酷似老太师当年，老夫还以他是骆家血脉呢。哦，竟有此事，那倒要见识见识这位虾仁小友了。空城计，我竟被虾仁耍了。大帅，我们上当了。骑兵，给我追，不死不休。幼娘家回不去了，
奸相当道，昏君误国，害苦了百姓。坚持住，到地方就给你弟妹找大夫。兵爷会带上俺们吗？不知道，俺们是不是都会死？跟上，别掉队，麻给老人孩子。人又多了，粮草撑到府城难啊。虾仁，风险更大了，但值得。事后有消息吗？报，后方30里发现北辽骑兵烟尘。果然来了，传令，护卫队收缩，百姓加快速度。老莫，带人把不必要的辎重丢了。轻装，乡亲们，追兵在后，不想死的拼命走。上级说到虾仁不忍弃民，携百姓艰难撤退，病同拖累，追兵30里烟尘迫近，危机骤生。快走啊，孩子报警。呵，带着累赘，看你们能跑多远，加速。斥候还没回来，我心不安。将军，要不要派兵接应？再等等斥候消息。虾仁若待百姓突围，必是九死一生。望府城早做准备接应。自然，丹阳已严阵以待。侠哥是好人，丹阳就在前面，撑住。萧昨天你想吃下我和百姓，看你有没这副好牙口，准备断后阻敌，给百姓争取时间。是，军师。追，务必全歼虾仁部，那些百姓也一个不留。卢老，你说那虾仁真与我骆家相像？神似，特别是那份临危不乱的沉稳。可惜。哦，那我倒要见见此人了。不知还有没有机会？难民来了。夫人，前面有土匪打劫杀人，我们明天就要经过。知道了。小雅姐，大家小心。老大，你不是碰到老虎寨的老罗，跟他们说抢到那赔钱货的财物，我们只要1成，剩下归他们。好，爹，风云寨加老虎寨有500人，有水租，他们肯定干。不过他们可能会灭口。灭口就灭口，那赔钱货活着有啥好？这孽女死了活该。就是，吃香喝辣不给我们，死了活该。小雅姐，沈家有人鬼祟往前跑了，前面真有土匪。派人去打探，盯紧沈家。夫人，有件事必须告诉你。小雅姐，你说吧。夫人，我们监视沈家，发现沈冲可能去找土匪了，目标可能是我们。我明白了，小雅姐，你安排吧，护好大家是虾仁哥交给我的事。放心，夫人，拼死护你周全。老沈，消息着，那对娘子军真那么废？千真万确，娘氏、心软，够你们逍遥半年。我们只要1成，人你们看着办。好，干了！飞扬盗贼，哪有放过的道理？管他是谁的夫人。姐妹们，前面峡谷必有埋伏，护住夫人和辎重，弓箭准备，陈勇李四，护住2翼。大家别慌，听小雅姐指挥，我们能冲过去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弓箭手准备。军师，北辽追兵距我们不足50里，速度很快。知道了，传令，加快速度，护卫队警戒提升至最高。老莫，带人殿后迟滞。虾仁，百姓太多，快不起来。能走多少是多少。顾将军，你带精锐护住队伍中段，我去后面看看。兄弟们，给百姓多挣条活路，死也要咬下北辽一块肉，随我阻敌。追兵来了，快跑啊！顶住，给百姓再争取1刻钟。前有狼，后有虎。幼娘，你们到府城了吗？上级说到虾仁率百姓撤退，遭北辽追兵紧逼，激战殿后。沈幼娘一行与沈家勾结土匪埋伏，顾小雅指挥抵抗。马车上全是好东西，买卖做完，当家的记得赏我口汤。你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沈冲，没有良知，我是你妹妹，你竟然联合土匪抢我。呵，今日死在这，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不配当我的亲人，我真后悔生在沈家。呵，你这般，爹娘当初就不该生下你。没错，当初就该将他掐死。赔钱货，那些东西都该是我们沈家的。幼娘，等你死了，爹会将你埋个好地方。夫人，别伤心，你还有虾公子和妹妹。小雅姐，他们是生是死，你说了算。哈哈，大言不惭，你们现在该想想你们自己的生死。动手！他们手上是可以连发的弓箭。夫人，他们都死了，埋了吧。对，乱世中不能一味的善良。以后我不会成为下人的拖累，我们继续出发吧。军师，你们没事，太好了。你们在什么位置？大军在前方60-70里地。军师可有什么话要带给将军？你等等，回去告诉三哥，一定要将百姓带到府城。放心，
一定将谢亲自交到将军手上。去吧！所有人听令，准备作战。大禹顾倾城在此，谁敢与我一战？不愧为大禹第一女将，英武无双。将军，我们难道就这般看着吗？全军列阵，分3队左右突进，冲！河州军儿郎，随我杀敌！出马！北辽蛮子也敢造次！报，前面战况，辽贼已损失了1500多人。再撑一会，会退到官道。敌军撤向前方的官道，要不要追？追！有埋伏，快往山谷撤！跑了大概2000多人，剩下的都被包围。北辽骑兵可不是什么弱兵，能够将他们留下大部分人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对，真是可惜了，时间充足一点，就能将他们全部留下。经此一战，北辽军不敢再轻易追击。如今北辽的兵力不足，可能会增兵。北辽大军过来，丹阳城就会成为孤城。北辽强盛，总兵力约在80万之众，将丹阳城守住，绝对可以拖住大部分北辽兵力。这一战北辽也是损失惨重。若是北辽铁了心要夺下大禹，再派出几10万大军还是可以的。此战虽然击败了北辽骑兵，但河州军将士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走吧，收敛将士的遗体，我们也该去府城了。我们下一步怎么弄？大军继续开拔，眼下不用再担心北辽军追击了。好，那我去传达命令。你们万骑追击，不仅没追到人，还损失了近8000骑兵。大帅，那虾人诡计多端，设下了埋伏，我等全力拼杀才能回来。派出斥候，每日汇报，等援军过来，我们再进军府城。上集说到沈幼娘遭沈家勾结土匪伏击，反杀后决心蜕变，虾人联军炸退重创北辽骑兵，萧夺天震怒备战府城。因为虾人的横空出世，将萧夺天的计划一再打乱，难民队伍继续向前进发。没了北辽追兵的威胁，难民队伍行进的速度放缓了几分。虾人老弟，等到了府城，你有啥打算？虾人留在军中吧，即使你没有官身，但凭你功劳，封爵拜将不是问题。军师，没你指挥，兄弟们心里没底啊，仗打得都不香了。他们说的对，我可不是小气人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你娶妻了，我真想你当我妹夫。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听说老太师要来，见见这位名臣，倒是荣幸。顾家与老太师有旧，43年前河州关之战，我爷爷是主帅，老太师当年还丢了个小儿子，那魏叔的跟我们还有婚约。哥，虾人，给大家弹首曲子吧，解解乏。我等见过太师。诸位请起。爹，一路辛苦，京城细说军情。老兄弟，多谢传信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师，您说的哪里话？不过多亏我师父虾人力挽狂澜，还拖到您来。我们边走边聊。两人一路边笑边聊，卢老头将虾人在河州关的光辉事迹全都讲了一遍。竟有如此奇才，老夫真想见见。听前方传回的军情，他们刚击退北辽的追兵，还有几天就能够赶到府城了。老兄弟这般推崇那小家伙，莫不是有什么私心吧？就是见他才能过人，不想让他蒙尘。要是能够成为你的接班人，我大禹还有救。还未恭喜你找到了小程瑞的后代，虽然没找到程瑞，但也算是让嫂子了却心愿了。40多年了，他一直在盼着瑞儿能找到，眼睛都哭瞎了。只可惜瑞儿他……很快一行人进到城中，骆承清来到骆长风面前，将他所得到的军情给父亲汇报了一遍。1000灭数千，连番大胜坑杀13万，还将靖武军给拨乱反正，此子之才更胜老夫当年，这已经不是栋梁之才了，简直就是救世之才。他来了，立刻带来见我。还有一件事，陆延钦在外等您发落。不见，让他回去。对了，你小弟的儿子现在在哪？我带您去见他。二人刚走到一处院落外，就听到院落中传来打骂声。狗奴才，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太师之孙，打，给我狠狠打！将他送往京城好好管教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永定侯府公子岂可随意打骂下人？传出去，我永定侯府的脸往哪搁？你今日就进京，学不好规矩，侯府就没你这好人。大伯息怒，侄子错了，绝不再犯。那明安知的如何了？可问到小山村消息？回大人，尚无小山村的信。而此时的沈幼娘不负虾人所托，带着大家来到了府城。夫人，我家小姐在丹阳城有自己的产业，我带你们过去安顿吧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乃的宁伯，你们竟然敢克扣本爵的食物，
今天要么满足本爵，要么谁也别想吃，本爵看谁敢吃，老子弄死谁！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大英雄苏军师吗？叫你一声军师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军师了？在本爵眼里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贱民。上集说到太师骆长风惊闻虾仁才能，想要见其一面。沈幼娘一行人抵达府城，准备安顿。虾仁军中遇得宁伯挑衅，陆长陵，你找死不成？本爵就站在这，你顾倾城敢动我吗？不是本爵小看你，若是后好本爵，本爵还可以给你们求个恩典。事后你哪来的脸？剿匪时你在哪？抗辽时你在哪？吃伪素餐的贵族，连百姓都不如，你配吗？那又怎样？本爵进京就告你们不知而逃，还有你这贱民瞎指挥，你给本爵等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本爵就站在这，你们谁敢杀我？我敢！反应过来的10几个陆家家丁朝虾仁扑了过来，眨眼间10几名家丁全部被砍杀。想活命就老实点，不然这就是下场。三哥去其他统领那收粮，不给的就滚出队伍。你杀了陆长陵，若是有心人想对付你的话，怕是……因为陆长陵的事发生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闹事。就这样，队伍行进了6天之后，终于赶到了府城。是骆伯伯，贤侄平安就好。河州关丢失之事，你们不必担心。骆伯伯，这是虾仁，若无他，我们恐怕不止丢失河州关。果真英雄出少年，苏小友可否随我去见个人？但凭大人做主。父亲和这人竟有7、8分像，小民虾仁见过老太师。请坐，奉茶。倾城丫头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你未婚夫找到了，等回京老夫就为你们证婚。找到了。这件事等回京之后我们再谈。对于河州关战事，虾仁你觉得该如何？太师按兵不动，是粮草未到位吧？那现在该出兵还是等待时机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但兵贵在神速。趁北辽立足未稳，驱他们回河州关。那不知道你可有什么破敌之策？步兵对骑兵如何胜？北辽的骑兵想要击败，其实并不难。不知道太师觉得战马若是碰到猛兽会怎么样？哈哈，好小子，真不愧是大才。战马若是碰上猛兽，绝对会停步不前。若是我们在战斗前抓几只猛兽往阵前一摆，你说北辽的骑兵冲锋时，战马突然看到猛兽会如何？再加尖刺主阵，骑兵必溃。这是何人想出的阵法？太妙了！雾云天指了指虾仁，不知道虾仁小友祖籍何处，家中可还有人？草民小山村人，父母已故，只剩妻子姐妹。那你可认识苏有才？我大伯第3子，前段时间不知何踪，大人难道认识他？你可知道你父亲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印记，又或者是有什么信物？左肩有落字烙印，曾有一块落字玉佩，但被大伯卖了。看来猜的没错，眼前的2人正是父亲失散的亲人。43年了，终于找到程瑞的后代了。虾仁，难怪你长得像我们骆家人，差点把假货当宝。那苏有才的拿着你爹留下的玉佩，还爆出你爹身上的特征，我把他错认成了你。幸亏你来了，如此品行败坏之辈，又岂会是我骆家人？对了，那假货呢？将他押来，敢冒充老夫的孙子，老夫饶不了他。父亲，那假货3天前就让我打发着进京了。那就让他先进京，先让他当太师府公子，等进京再收拾他。太师，你这小子还叫老夫太师？虾仁，既然已经相认，你也该改称呼了。虾仁张了张嘴，那句爷爷和大伯却是始终叫不出口。太师，骆大人，草民还有事，就先不打扰了。上集说到虾仁怒斩德宁伯陆长陵，狄府城被认出乃骆长风失散亲孙。虾仁，你为什么不跟太师相认？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啊。对啊，杀戮长陵之事若是被人追究起来，有太师府做后盾，没有人动得了你。我跟太师他们长得像，可我没有信物，难保不会出现变故。而且太师府是侯门，若我真的成了太师府公子，幼娘该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做，三哥支持你，我们兄弟不管怎么感情都不。小姐、少爷、公子，见到你们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幼娘夫人可是望眼欲穿了。小雅姑娘前面带路。与此同时，在府衙的书房中，爹，你说虾仁是不是对我们有恨？忽然为何拒绝相认？那小子不像心眼小的人，他应该是有顾虑。什么顾虑？没信物只凭长相相认，不管是他还是你我，心中肯定会有隔阂存在。若想名正言顺地认下他，就得拆穿那假货。爹，我觉得虾仁的顾虑应该不止这点。你觉得他还有什么顾虑？听说他在小山村娶了一个民女为妻。什么？胡闹！他堂堂的太师之孙，怎可娶民女？爹，他现在不是你孙子，你若是真的反对这件事，只怕你永远也别想认回这个孙子。太师，小山村180余人已找到，安置在南城难民营。错，
现在就去问个明白。大人有什么话尽管问，小老儿绝不敢隐瞒。你们村可有个叫苏有才的，不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人和亲戚？苏有才的父亲叫苏大龙，母亲李桃花，他还有2个哥哥，2个妹妹，他还有一个堂叔叫苏洛。苏洛有个儿子叫苏渊。为何堂叔叫苏洛？苏有才的这位堂叔其实不是亲的，至于为什么叫取名苏洛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多谢老人家。洛承清将苏福等人安排进了城中住下，准备找机会将人带回京城，当面拆穿苏有才。而沈幼娘听说虾人回来了，早早的精心梳妆打扮好，在府门前等候。家人，幼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回来了，安全回来了。沈幼娘发泄完委屈后，带着苏渊等人进到了院中。顾云天和顾倾城只在这里待了一会后，就告辞离开。而骆长风这时收到了北辽情报网传回的消息：父亲，若是北辽15万援兵赶来，再加上萧夺天的5万大军，一共20万，我们凭10万不到的兵力，没有地势可依托，他是守不住。你下发公告，让府城其他县擒拿猛兽，只要能够抓到活的猛兽，就给予重赏。还有你去将虾人找来，老夫有话对他说。看什么呢？怕我不见了？东家，府衙那边有人来传话，太师想让你过去一趟。幼娘，你在家等我，我去就回。虾人，小山村的人我已经找到了，人我已经送往了京城。至于你妻子，老夫也可以为她寻一高门，让人将之收为义女，让你们能门当户对。不过你得答应老夫3个条件。你来府城的路上杀了德宁伯，又杀了北辽俘虏，还杀了温人，你破坏了秦惠之的计划，他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你总不想看着你的小娇妻跟你浪迹天涯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吧？而且你也不想让你父亲入不了骆家宗祠，成为孤魂野鬼吧？您有什么条件？上集说到虾人拒绝与太师相认，因无信物且忧心妻子沈幼娘身份，太师寻获小山村人证，以护其妻，任其复归宗祠为条件，要求虾人应承3事，同时北辽大军压境，边关告急。哈哈，老夫的条件很简单。第一，我想任命你为前军先锋，助老夫击退北辽。好。第二个，河州关之事解决了，你随老夫回京，老夫将立你为永定侯世子。跟您回京可以，不过这世子之位可否不要？至于第3条，等老夫想到了再谈。好，一切但凭您吩咐。私事谈完了，我们来谈谈正事。如今北辽派了15万援军，15天时间可能会赶到河州关，老夫准备收复河州县，派你为先锋，河州军和靖武军统合的18000人交由你统领。虾人，安全为重，我会让顾家兄妹护你周全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您也一样。跟骆长风告辞后，虾人回到了顾家的宅院。幼娘，我有事要离开一阵子，若是有什么大事的话，你去府衙找骆承清大人，就说你是我夫人，他会帮你的。是去打北辽人吗？短则半月，长则数月，你且在此等我。我等你回来。虾人含泪转身朝着门外走去，沈幼娘跑了出来，站在门前如同望夫石一般的望着离去的苏渊。太师命我等听你调遣，大军已整装，随时待发。不急，你让步兵先行，骑兵原地等待，再把剩余的军饷全都拿出来，先应急。虾人在河州做准备工作时，太师骆长风已经带领着大军朝前推进。2天时间过去，虾人终于制造出了6万多枚竹雷、7000把连弩以及30万支弩箭。骆承清提前命人抓的猛兽也已经就位。第3日，虾人并未拼命的赶路，而是派出了先遣的斥候，随时窥探着河州县的情报。在距离河州县80里处，河州军的斥候碰到了一队约30人的北辽探马斥候，短暂而惨烈的遭遇战后，斥候队长连忙派人将这边的消息传回。军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绕道去往河州县，还是……三哥，你带8000的骑兵将所有部族带到丹霞山，将部族藏于此后，你们再分3路朝河州县去，最好是让北辽探马发现足迹，然后在尖嘴岭与我会合。部族则在丹霞山设伏，届时我会将北辽骑兵引过来。讲述完部署，虾人带着2000的骑兵朝着河州关赶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河州县衙，萧夺天听着斥候的传回来的消息，大硕，河州军的骑兵这个时候过来，难道是来送死的？而且只有2000骑兵，他想做什么？派出所有骑兵3面合围，活捉虾人。随着北辽的骑兵朝着虾人所在的方向指示，虾人这边的2000骑兵也已经派出了数队斥候，每队斥候的人数只有5人，而北辽的骑兵被整整少了1人，也不知不觉中全部落入虾人的陷阱中。随着近5小时的战斗，5000多北辽骑兵被俘虏，其余的全部战死。把他们的将领全都带过来。你就是虾人吧？虽然你赢了，但别忘了我北辽还有15万大军马上就要赶到，
你若是识相的，就乖乖的投降，本将还可以向大帅为你求情。你现在该想的不是劝我投降，而是该想自己会怎么死，死后我会不会给你找个风水宝地葬了。你敢杀符？我杀符之名，你应该早就听说过了。你敢？你是想北辽跟你大禹不死不休吗？全杀了！话落5000俘虏全被斩杀，只剩10几名北辽骑兵将领。宰了！想死还是想活？想活，还请将军饶命。想活就告诉我你们叫什么，在北辽军中任何职，只要你们乖乖听话，我可以保证不杀尔等。5名北辽将领闻言，逐一介绍起自己来。虾人嘴角挂了4丸味，5名将领则被人给拉了下去。虾老弟，你是想用这些将领炸开城门？我们若是用蛮力攻城，肯定会耗一些时间。河州县中还有3万北辽军，苦战哪怕是能胜，怕也会是惨胜。若是能够顺利的炸开城门，那就不同了。虾人对众人下达了打扫战场和休整的命令，至于北辽军的尸体，则是被人堆成了树堆，一把火烧了。河州军所有人也都换上了北辽骑兵的服装，河州大军就这样顺利的来到了河州县的东门外。本将乃骑兵副统领吴武明，快开城门！我们已将河州军的骑兵全部斩杀，有重要军情向大帅汇报。若是耽搁了军情，你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快开城门！我乃骑兵校尉萧乌。城楼上的守军脸色微变，其中有人认识他们当中的将领。随着5人开口，北辽守军已经相信了他们的话。守城的小将连忙吩咐手下的兵士去打开城门，城门慢慢被打开，大军朝着城中而去。前方的数百名骑兵进入城门时，虾人突然发令，一众河州军骑兵报起，瞬间就有反应过来的北辽兵吹响了号角。萧夺天此时也被号角和喊杀声惊醒。大帅，东门失守，敌军假扮我军骑兵冲进城中，我们的人都被那些敌军屠杀了，我们怕是要丢掉这河州城啊！大帅，大势已去，我们快走吧。本帅为义军主帅，岂可临阵脱逃？本帅倒想要看看他是否长了3头6臂。大帅，不可意气用事，这里虽然损失了兵力，但援军快要到了，我们失去你的指挥，如何跟大禹对抗？传令，撤回河州关。三哥，一切平复了吗？此战我军损失1000人左右，战敌13000，俘虏敌军8000余人，剩下的北辽军逃走了。俘虏全杀了吧？城中的百姓还有多少人？3000左右的妇女被留在军中为奴，剩下的老弱全被杀了，还有青壮和幼儿被送往了北辽。军师，让我去宰了那群畜生。那4名北辽俘虏将领如何处置？我是说过不杀他们，但没说不让弟兄们招待。三哥，速传信太师河州县已复，请即时会师攻关，留2000精兵守城，其余人随我截杀萧夺天。北辽援军将至，此战必须快。就在苏渊这边赶往河州关时，骆长风的8万大军已经赶到了河州县。老夫赌你孙子已拿下河州县，若我赢了，我孙女嫁给你孙子当平妻；若我输了，我给你当3年私人郎中。老滑头，在这等着老夫呢，我可以跟你赌，只不过成不成，我可不敢保证。那小子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左右的。一言为定。禀太师，河州县已经夺回，军师已经带河州军赶往河州关，请你尽快前去与之会合，拿下河州关。你说什么？河州县已经被夺回？千真万确。不过萧夺天并未抓住，他带着残军逃往了河州关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分成2队，一队押运辎重在后，前军6万轻装上路，赶往河州关。虾人率领大军冲出了近一半的路程后，看到转回来的2000河州骑兵。军师，一路上我们杀敌约2000余，只是我们并未追上萧夺天，前方快到河州关，末将怕情况有变，就回转了。很好，这便是我想要的效果。通知全军继续前进。大军用了2个半时辰赶到了河州关前，看着前方的雄关，虾人和顾云天、顾倾城等将领眸光闪动。军师，咱什么时候攻关？兄弟们手痒得很。先不急，三哥，河州关内你们熟悉，将关中的情况说说。河州关分为3个关城，左右2关河中关，3关之间相通，关中挖有对外的密道，现如今只怕已经掌握在并辽人手上了。北辽人可能会趁此机会，利用那些通道对我们进行偷袭。三哥，派人上2侧的山崖处监控北辽军的动向，其余人去制造攻城梯，我们要让北辽人感觉我们要攻城。而此时的河州关内，如今我方还有多少人？回大帅，我们现如今只有一共12000多人，援兵最少还有6天才能够赶到。还有大禹一方传来消息，太师骆长风率8万大军前来收复河州关。原来虾人赶来夺关，是有援军开播而来。大帅，就凭我们这12000余人，是守不住关城的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来人，传令下去，将对外的城关城墙破坏掉，能破坏多少就破坏多少。还有，通知全军，随时做好敌军攻城的准备。末将领命。苏渊，任你之计无双，老夫这一计破釜沉舟，看你如何接。随着萧夺天的命令下达，
整个河州关中的北辽兵士都开始对城墙狂锤乱敲，一块块的砖石被砸毁推倒，城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破坏。与此同时，下人听到汇报，脸色瞬间大变。萧夺天这是觉得自己守不住河州关，直接破釜沉舟了。城墙如果彻底毁坏，想要短时间内恢复是不可能的。时间不等人，今晚必须行动。老弟，你下令吧，我们全听你的。好，今夜就让我们夺回河州关，将北辽狗驱逐出我华夏土地。胡德才给你8000兵力，左关进攻战由你负责。待城门被炸开之后，限你2刻钟之内攻进城中。老秦和老莫各率1000将士对中关和右关进行佯攻。记住，虽是佯攻，但也可真攻。你们的任务就是牵制一部分敌方兵力，另外派1000人全力制造足够多的云梯，过了午夜开始进攻。末将领命。随着下人一连串的命令下达，众将领连忙忙活起来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午夜时分，3个城关处的河州军全力开始攻城。随着空中燃起的信号弹，接着而来的是一声声爆炸声。身负竹雷的河州军顶着身上的箭矢，毫不犹豫地扑进了北辽兵中。北辽军的抵抗越来越弱，胜利的号角声也随之响起，响彻整个关城。大壮，关城被破了，快随我们撤吧！关中还有5000匹战马，足够我们离开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今世我军伤亡5000余人，歼敌近7000。关中并未发现萧夺天，他们应该已经逃走了。全力救治伤员，彻底检查关城，不得有任何纰漏。河州关硝烟未散，下人下令彻查关城。远方骆长风率军疾驰而来，看到关城上飘扬的河州军的旗帜，整个人呆愣住了。就在这时，中关大门打开，下人与顾云天、顾倾城等将领迎了出来。太师，河州关拿下了，但将士们损失惨重。战争哪有不死人的？他们的血是为大禹未来流的。萧夺天破坏了关外侧的城墙，若我不及时出手，等大军赶到，恐怕连修复的时间都没有。快带老夫看城墙！幸亏有你，萧夺天行事果决狠辣，若非你当机立断，老夫这次恐怕真要栽在他手里。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不能厮守，要主动出击，断他们粮道。好，从今日起全军听你调遣。您来掌军，我从旁协助于您，将8万大军分为3队，2万守城，6万分2队，埋伏于河州关两侧。我率领8000骑兵断北辽军的后路。随着命令下达，6万大军迅速行动起来，城墙的修复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，斥候遍布关前50里地，随时监视北辽军的动向。虾人则带领8000骑兵悄然潜入河州关的山林中。老弟，刚接到紧急军情，北辽领军的是明月公主和倭寇蒙。明月公主被称为北辽第一女智者，而那倭寇蒙，他是打鲁台的父亲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让大军停了下来，部署要变。另一边，萧夺天暂时停下了逃亡的脚步。大壮，前方传来消息，此次领军的是明月公主，副帅是倭寇亲王倭寇蒙。汉王真是好算计，借我的手除打鲁台，再让倭寇蒙除掉我。那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倭寇蒙虽手握5万大军，但战场瞬息万变，胜负难料。只要我们能抓住机会，未必不能扭转局面。大帅深谋远虑，属下明白了。北辽第一女智者遇上大禹新晋军神，有意思。在河州关与北辽交界的150里处，15万北辽大军驻扎于此。萧帅之败在于轻敌，虾人的计谋有迹可循。公主也在那虾人，他必分兵埋伏断粮道，我便将计就计。公主高见，末将这就去安排。公主，汉王要您拿下萧夺天。内斗只会让虾人有机可乘，你去告诉倭寇将军，主攻河州关之事就交由他了。一夜休整，北辽15万大军再次出发，前军则是换成了倭寇家族的5万大军。家主，公主让你负责攻城，这是何意？公主怕老夫跟萧夺天之间发生冲突，让那虾人有机可乘。真按公主的意思去做吗？可惜公主不是男儿，不然北辽在他手上绝对能辉煌。你通知下去，按照公主的意思做，就算是要宰了萧夺天，也等夺下河州关。再说你这丫头什么都知道，比起你那父王来，你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若是此行不死，我将倭寇家族交到你手上，又如何？河州关外50里处，虾人率领8000骑兵在此休整。军师，北辽军已逼近至40里外，预计天黑前抵达此处。北辽前军5万，旗帜为倭寇家族，后军3万，左右两翼各2万，另有3万大军仍在后方。通知左右两军迅速赶往这2处潜伏，骑兵随我在这里潜伏。可有发现萧夺天的踪迹？报军师，我们并未发现萧夺天的踪迹，但在这里发现了不少骑兵曾经停留的痕迹。你们继续加大侦查力度，记住这片区域要注重侦查，发现情况烟火传讯。北辽军在距离河州关40里停下脚步，开始扎营，而虾人也接到了最新情报，第一批粮草出现的时间跟虾人预估的相差无几。这第一批粮草留下的痕迹如何？还有车辆的重量上，你们可有发现？
有的很重，运送的马拉起来很吃力，但有的车辆却看起来很轻。老弟，这是一支假运粮队，我们还要结粮吗？结，为何不结？既然耶律嫣然想引我们出来，何不将计就计？由我何倾城带队去结粮，三哥你带剩下的4000人马绕后去结真正的运粮队。你们只需记住，招粮为主，不必恋战。若情况有变，我会以烟火为号。公主，若那虾人识破这是假粮队，转而偷袭我们后方的真运粮队，该如何是好？无论他偷袭哪一路，只要他出手，便逃不出我的掌心。难怪公主将2队人马的距离控制在20里，还在后方埋伏了5000骑兵。一旦他们偷袭任何一方，我们都能迅速反应，首尾相顾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队2000人的骑兵如疾风般席卷而来，为首的正是虾人。虾人果然识破了我的计谋，可他既然知道这是假粮队，为何还要来？虾人，你已入瓮，看你怎么飞出去！胜负未定，何谈输赢？公主，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虾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派兵突袭后方的真运粮队就赢了？你可知道本公主早就猜到你的打算，你派去的人手，此时就算是没有全军覆灭，只怕也被我们的人给缠住了。耶律嫣然话音未落，无数的箭矢射出，还伴随着一阵阵爆炸声响起，包围圈顿时就被破了个缺口。明月公主，多谢你的款待，后会有期，哈哈！全力将后方的人给留下。耶律嫣然整理了一下思绪，带领着大军一路追击虾人，都未发现河州骑兵的踪迹，而是屡屡落入虾人的陷阱中。就在耶律嫣然停下整改战略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，铺天盖地的身影将他以及北辽大军包围住。左右2翼，放箭迎敌，不可放他们过去。虾人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明月公主如此盛情，家某岂能辜负？虾人，没想到你不止智计过人，枪法也不赖啊。明月公主的刀法也非常凌厉，不过比起苏某来，你还是差了些火候。虾人，你无耻，登徒子，色胚，实在是有辱武者名声。明月公主智谋手段，只要能胜，可不分卑鄙无耻，反正我能赢你就是。是吗？那本公主就试试你的手段。虾人，小心！明月公主果然好手段。虾人，今日你逃不掉的，只要擒下你，这场战斗就结束了。是吗？那你怕是不能如愿了。因耶律嫣然下令，让众人不要插手他和苏渊的战斗，双方的周围都空出一大片空间。虾人不费任何力气就奋力向虾人靠拢。顾倾城和李公明他们会合了，耶律嫣然逼退攻向他的河州骑兵，眨眼间就跟虾人和顾倾城缠斗在了一起。很明显，顾倾城的武力值在耶律嫣然之上。顾倾城长枪如龙，一击打飞耶律嫣然手上的弯刀。虾人的长枪也在这时直指耶律嫣然的咽喉。住手！不想他死的话，就放弃抵抗。放下武器吧，我们输了。耶律嫣然已被擒，尔等还不投降？耶律嫣然已被擒，尔等还不投降？让他们投降，我保证不杀他们。若你执意顽抗，我不介意让你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倒下。放下武器，投降吧。北辽骑兵面面相觑，最终无奈地放下了武器。25000人的大军选择了投降。大禹军开始收押北辽俘虏。虾人，我可以让大军退兵，但你必须保证他们不受任何伤害。我说过会放过他们，可我手下的将士没说过啊。无耻，卑鄙。虾人，你若敢动他们，本公主立刻自尽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杀你的将士。虾人，你受胜了，要不是耶律嫣然还有用，我真想揍他一顿出气。小生不碍事，他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，不该受此羞辱。北辽军俘虏不能杀，不然战争没办法结束。我知道，大军进发，步兵押送俘虏，河州军随我先回关。虾人率军抵达关前，北辽军中，倭寇猛骑着战马来到虾人跟前。小子，就这点兵你也敢跟本将决战吗？倭寇将军给你个投降的机会，我便不计较你的无礼。你竟然！虾人，本公主答应让他们退兵，但本公主不答应让他们投降。退兵可以，不过你走不了。让本将退兵可以，但你要发誓保证公主的安全，而且你们交出杀本将儿子达洛泰的凶手。两军交战，死伤难免，你儿子技不如人怪谁？再啰嗦，我真捅了。哈，我退兵。趁着夜色，北辽军开始有序地退出了河州关，大禹军悉数回城。河州关内，骆长风见到虾人和被擒的耶律嫣然，心中既震惊又自豪。接下来我们该回京了，回京后，老夫会为你请功，并向陛下请旨，立你为世子。立世子之事，还是从长计议吧。我父亲只是太师最小的儿子，世子之位轮不到我，此举只会将我置于风口浪尖。也罢，立世子之事可以延后，但随老夫回京之事，你不可推辞。
老夫要向京城众人宣告，老夫的幼子找到了，还得了个人中龙凤的孙子。耶律嫣然向倭寇蒙等将领下达了退兵的命令，北辽军留下3万兵力驻守河州关外，其余大军则撤回北辽。休整1日后，虾仁、骆长风、顾家兄妹以及耶律嫣然，还有河州军和晋武军合并的16000骑兵，启程离开河州关，先回府城，再进京复命。骆大人，本钦差奉旨带兵前来助太师对抗北辽，你此举莫非是不欢迎？秦将军此言差矣，本官岂有不欢迎之理？既然骆大人欢迎本将，为何迟迟不补充粮草，反而扣下我军粮草？你此举莫非是想抗旨不遵，置河州关于险地不成？本官何时扣下粮草？那些粮草乃是供给前线战士的，若不能保证前线供给充足，将军即便赶到河州关，恐怕也是徒劳无功。本官实乃为将军着想。好，很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将告辞。去盯紧他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即回报。公子，北辽一方不会等太久，若我们迟迟无法配合，大计恐将受阻。祖向大人交代的任务恐怕难以完成。听闻虾仁的家眷就在府城，我们去将人抓了。届时，就算骆成钦再耍花招，本公子倒要看看他敢不就范。有虾仁的家眷在手，或许还能逼虾仁为我们效力。秦明带兵直扑顾宅，骆成钦闻讯疾驰救援。大人，秦将军带兵往顾宅去了。快召集衙役，随我前往顾宅。沈右囊可不能有闪失，立刻包围顾宅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走。夫人，今天的豆腐做了6000斤，勉强满足了需求。明明可以加大生产，为什么每天只定在6000斤？虾仁说过，物以稀为贵。夫人，官兵把宅子围了。本公子乃左相之子，车骑将军秦明，小娘子乖乖跟了我就荣华富贵，想之不尽，比跟着虾仁那废物强100倍。莫非大禹的律法已形同虚设，官军就可以随意私闯民宅？本公子可不拘律法，秦人除了那女子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连弩上膛，今日要么鱼死，要么网破。你们竟敢私藏军械，想造反吗？放下武器是死，我一把是生。秦将军要不要试试弩箭利不利？哼，很好，本公子倒要看你们顽抗到什么时候。就在这时，骆成钦正带着数百名衙役和府兵赶到了顾府。不知秦将军这是何意？他们这些人个个都拿了兵器，本将军认为他们是逆贼，想将他们擒下审问。他们是河州县的乡勇，统领是虾仁，手中有顾云天将军手令的。乡勇持械合规，将军若见马，下官可见神医之脑。本将说不合规便是不合规，来人，我看谁敢。骆成钦，咱们没完。话落，秦明带着他的手下便离开了。沈丫头随我回府衙，秦明不敢明着动手。大伯，侄女就不给您添麻烦了，我会小心的。这样吧，我留300府兵守在这，保证你们的安全，只等虾仁归来。骆成钦又叮嘱了沈幼娘几句，将带来的300府兵留了下来，便回了府衙。刚到府衙，一名护卫便跑上前来：大人，大喜！北辽兵败，明月公主被俘，北辽大军已经退兵，预计傍晚虾仁公子和太师便可抵达府城。快设宴，本官要为父亲和虾仁接风洗尘。此时回到在府城驻扎5万晋南军中的秦明，立马便调动1000精锐，朝着沈幼娘他们所在的宅院赶去。大哥，不好了，那秦明调来了1000的晋南军精锐，朝着这边赶来，我们怎么办？快去通知骆大人，我们先在这顶一会。宅院中，守在门外的老族也听到了这边的对话，连忙将此事汇报给了沈幼娘。跟他们拼了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但绝对不能让他们带走夫人。不，你们不能出手，他既然只要抓我，那我就跟他去。夫人，东家不在，我们怎么能让你去涉险？大不了就是拼死一搏。夫人放心，在下已经派人去请骆大人了，只要坚持到骆大人过来，一切都能解决。陈大哥，李大哥，那就麻烦你们驻府兵大哥守住这里，若是有需要，那就全力出手，大不了我们亡命天涯。随即一众老族冲出去加入府兵中，将整个院子护在了其中，妇女则是拿刀等在院中，就连沈幼娘也拿起了武器。站住，此地乃重地，在前进者杀！让开，本将军擒拿逆贼，敢阻拦者死！秦明，你若是敢动手，就不要后悔。那本公子倒要看看如何后悔。放箭！此时丹阳城外，骆成钦正带领着府城的官员在迎接骆长风和虾仁、顾倾城、顾云天等人。爹，虾仁，你们辛苦了。骆大人，不好了，秦明调了1000名晋南军杀向了顾宅。话落，只见虾仁眼中爆起一团杀意，翻身上马冲了出去。众人见状，翻身上马追随虾仁而去。顾宅前，府兵被逼得缩在宅院前。小娘子，本公子看上的猎物，从没失手过。敢动我虾仁的人，你找死！杀一个不留！虾仁所过之处皆是尸体，不一会就杀到了秦明面前。虾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将乃车骑将军，左相之子，你敢对本公子出手，这是想谋反吗？
诸位，秦明谋反，妄图称帝，还残杀府兵和百姓，所有人听令，诛灭叛贼，为国除奸，杀无赦，一个不留。补刀，不要落一个活口，剩下的事交给爷爷，放心，杀一个秦明而已。谢谢爷爷。就冲你这一声爷爷，我老头子这条命为你赔上也值了。爷爷，靖南军那边必须得想办法将他们的主将拿下，将靖南军纳入到我们的手上。老夫也正想这样做，这件事你不用管，爷爷自会解决。你好好准备一下，我们不日就进京。虾人点头应下。骆长风带着顾云天、顾倾城和一众河州军的将领悄无声息的靖南军给包围。骆长风又派出自己这方的将领接管了靖南军。骆长风对外宣称，主将秦明不顾劝阻，带领靖南军高级将领出城剿匪，将领无一幸免，全都死于土匪之手。父亲，虾人杀了秦明，秦惠之迟早会查明，秦惠之只怕会对虾人不利。你可知，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。秦明行事毫无顾忌，虾人杀他没错。老夫说秦明是死于土匪之手，就是死于土匪之手。老夫堂堂太师，想要保下自己的孙子，很难吗？可若是陛下向着秦惠之，真要处罚虾人呢？若陛下真的昏庸至此，那老夫也不必遵守当年对先帝的承诺了。虾人，我们真的要进京吗？进京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我们根基太浅，秦惠之是不会这般轻易放过我们的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京跟这位奸相斗上一斗。一切听你的，我会努力变得更好，成为你的左膀右臂。爷爷、大伯、三哥、倾城，你们来了。我来看看你们准备好没？等到了京城，老夫自会为你们做主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一队数十辆马车的庞大队伍开始朝着京城进发。而此时京中的秦惠之收到了骆长风大败北辽、北辽退兵的消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收到了儿子秦明刚到丹阳府城就被土匪绞杀的消息。骆长风，本相跟你势不两立，还有你虾人，若不是你本相的大计，岂会落空？相爷，四公子他的死绝对有蹊跷。据前方传回的情报，那家人好像是骆长风幼子生下的儿子，所以骆长风才会如此保他。那刚回来没多久的那个苏有才又是怎么回事？据说是那苏有才偷了苏渊的玉佩，才让骆成清误打误撞认下了。相爷，要不要这件事上做文章？若是陛下直接下旨封那假货为后府世子，若骆长风让那假货死了，老夫就参死他。陛下反正已经对骆长风那老东西不满已久，还能借此事将骆长风打压下去，等他逝世，就是他骆家灭亡之时。相爷，此计高啊！若是骆长风揭穿那假货的身份，陛下就以欺君之罪治了骆长风。秦惠之很快就来到了皇宫的太清殿。秦爱卿，河州关的战报你可收到？听说还有一位叫虾人的，战功不凡，一介布衣之身，领数万人就大败北辽，真乃是我大禹之幸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太师能够将北辽赶出河州，实乃陛下得天所有，也乃陛下英明神武，才有良才相助。爱卿入宫见朕，可是有话要说？陛下，听闻太师的幼子找到了，只不过幼子已亡，只留下了一个儿子。该恭喜太师了。陛下，此次太师立下大功，不如陛下就将永宁后世子之位赐封给太师找回来的孙子，这样也彰实了陛下对太师的恩德。爱卿所言极是，来人拟旨。这旨意就由你亲自送去太师府。秦惠之恭敬地拿着圣旨离开皇宫，前往太师府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师骆长风击退北辽有功，念太师曾言，后府世子之位将留给幼子，既已找回幼子之子，朕特此封其为永宁后世子，以示君恩，还望骆家善待之，亲自。乖孙，接旨吧。微臣骆有才接旨。恭喜老夫人，贺喜老夫人，秦某就告辞了。而此时50里外军营中，骆长风收到京中传来的消息：虾人，皇帝下旨封苏有才为永宁后世子，宣旨的人还是秦惠之，这件事你有何看法？此事定是秦惠之的毒计，我们进京之后若拆穿，就是打皇帝的脸。此事我们该如何应对？装着不知，接受事实。一个苏有才翻不起风浪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秦惠之。老夫有的是办法让他生不如死，成亲，让人去散布传言，就说陛下亲封的永宁后世子是假冒的，等陛下接受这传言之后，再找机会拆穿一个假货。是。虾人，秦惠之此人奸猾，他这次出手，怕是不仅想对付骆家，也想对付你。你对上他，可有把握？投皇帝所好，走秦惠之的路，让他无路可走。不过我暂时是不能认祖归宗了，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得保密。明日进京后，你准备怎么办？爷爷，幼娘的身份要早点落实，我们的婚事得早些办。爷爷，这事你要是办不成，那我就真的不认祖归宗了。你小子还威胁起我来了，放心吧，
爷爷答应的事绝对不会忘。那我先带幼娘谢谢爷爷了。次日，虾仁及大军中午就到了京城，骑兵被安置在了京城外的武则营。沈幼娘等人则在骆长风的安排下，找了一处宅院安置了起来。虾仁、顾云天、顾倾城和骆长风等人则在礼部尚书等一众官员的接风下，直接入宫见驾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爱卿平身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师骆长风此次退敌有功，赏1万两，加封上柱国、户部侍郎骆承钦，提拔为2品中书侍郎。顾云天赐继承镇北后爵位，领书密院副使之职。顾倾城提拔为2品骠骑将军，封钟永伯、吴德才、莫成武。太监念了一长串的名字，除了骆长风等人之外，河州军的一众将领都官升数级，小兵也得到了赏赐。可念到最后，众人领旨谢恩了，也硬是没有念到虾仁的名字。虾仁，朕没有封赏你，你心中可有怨？虾仁，你可真够惨的，为大禹拼死拼，居然连封赏都没有，寒心吗？后悔了吧？若是没有你的话，就凭他们也想跟我北辽对抗，真是痴人说梦。小民生是大禹之人，死是大禹之鬼，陛下英明神武，圣明盖世。小民该感激陛下给小民尽忠的机会，岂会对陛下有怨？下次再遇外敌来侵，只要陛下信得过小民，小民万死不辞，定当将敌寇驱逐出国门之外。夏爱卿，不愧是我大禹栋梁之才，朕就封你为2品骠骑将军，先领16000的河州骑兵，拱卫京师。陛下不可，虾仁只是一介不以小民，直接封为骠骑将军，于理不合。而且虾仁不经磨砺，怕是能成大器，还请陛下三思。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秦相作为文官之首，有质疑官员提拔升迁之权，若未得他首肯，于理不合啊！小民忠心陛下，即使未得封赏，也愿意为陛下肝脑涂地，绝不让陛下为难。陛下，微臣没有这个意思，微臣只是好了，此事就此定下，退朝。家人，行贿之决不会罢休，你和幼娘千万小心。要不搬来我家住，家中有护卫，也能保证幼娘他们的安全。无妨，我既然是骠骑将军，亲卫可有500，护住幼娘他们还是足够了。幼娘身份的事，我会尽快安排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你祖母？假货的事得让她知道。不过她很想念你父亲，眼睛都哭瞎了。我现在就随爷爷你们回去，顺便看看奶奶的眼睛。卢老头可是说过，虾仁医术精湛，还会续血夺命之术。好，那快随我回家。我也想去看看奶奶。我也一起去。很久没看他老人家了。一行人就这样朝着太师府赶去。骆长风让虾仁等人等在屋外等候，他先进入到了房中。大约过了刻许钟，骆长风打开了房门，对虾仁点了点头。虾仁抬步走了进去，房间内有些昏暗。你奶奶怕光，平时不出门，眼睛蒙着纱。虾仁是我的真孙儿吗？奶奶，是我。找到就好，我老糊涂啊，差点把家交给假货，可惜奶奶看不见你。走了也不知你长什么样。奶奶，我懂些医术，让我看看您的眼睛行吗？卢老头都夸他医术超群，试试无妨。乖孙，你瞧吧，奶奶早就不抱希望了。